上海的老人真的是特别宠孩子，这一点都让我羡慕，就是一心一意，全部都为孩子、为儿女。他宁愿自己舍不得吃喝，省下来的钱，给我们用。我觉得都40多岁的人了，50多岁了，你说还拿着当宝贝一样，什么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这把孩子惯得都不像样子了。那么阿姐啊，你之前跟我讲，你说很多上海的父母都很宠爱、很惯着自己的孩子，尤其是那些上海老人，是吧？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啊，因为在我们老家，像比如说我们成年了，18岁了，那该上班就上班了，该打工打工了，然后父母几乎就不太管了。然后像在上海这边，我就发现了，有的40岁真的还拿当小孩子一样。就比如说我老公，那有的时候我婆婆有的时候偶尔会来我家，然后早上起来很早就把饭做好，恨不得端到旁边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我觉得已经这么大了，是吧？你不要那么惯着他了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上海的老人真的是特别宠孩子，这一点都让我羡慕。因为我从小的话，我爸妈然后对我的话，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。虽然我们那边东北呢不重男轻女啊，但是可能觉得孩子大了嘛，就应该独立了，然后不会像在上海这边，这老人把饭做好，给你弄好，对吧？什么都给你弄好。像我婆婆在我家，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帮我叠被子，对，衣服啥的都会帮我洗好、晾好、织好，都是这样的。她已经70多岁了。像你之前也是走南闯北啊，那除了像你老家不是这样的，其他地方呢也跟上海不一样，也不会这样。不一样。你觉得就上海这边的话，可能比较宠孩子？对，真的太宠了，我觉得。我说已经40多岁的人了，你还什么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这把孩子惯得都不像样子了。然后比如说呢，像我们北方嘛，然后只要是子女成年了，18岁之后了，那父母几乎上都不是特别管了啊。然后尤其是女孩子，但是也不是重男轻女啊。然后就拿我来说吧，比如说我在2015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嘉善、嘉兴啊特别流行这个买房子嘛，很多人上海人过去买房子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可能手里存了一点点，然后我想再去买一套。那个时候还差2万块钱首付嘛，后来我就给家里人打电话。那我爸呢，我想着他也可能也没有，然后给我妈打电话嘛，我就跟我妈讲，我说你能不能再借我2、3万块钱，我还差个首付。但是我妈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买房子买什么买啊，就没有那个必要啊，因为现在马上那个已经这么大了，是吧？该结婚就结婚了，房子也不要买了。后来这个房子也就没买成。就没有撑你一把，对吧？对，但是上海人我觉得不会这样。那上海的无论是女儿儿子要买房，那只要一说，那父母肯定是全力支持的。对，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，对吧？肯定会挺一把的。哪怕你要做生意啥的，那父母肯定都会帮忙的。但是在我们家可能就很少，但是也不排除就是我们所有的北方人啊，但是大多数我觉得会是这样的。但是它跟上海的区别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上海的老人呢，就是一心一意，全部都为孩子、为儿女，真的是这样的。这个是的。对，他宁愿自己舍不得吃喝，包括我婆婆也是，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，然后我就很着急，我就在想，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该吃吃该喝喝嘛，那他就省下来的钱给我们用，对吧？他来到我家，他大兜小兜的给你买一大堆，他都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这点真的是很好。这个我也深有感触，因为我外婆也是空调车2块钱不坐的，为了省1块钱坐没有空调的车。对，然后过年过节呢，却要给我们包几千块的红包。是的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全留给子女。他真的是对自己小气，对自己小气，但是对别人真不是这样。所以说，这个我觉得大爱无疆啊，对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我真的有的时候特别感动。然后周边的话，包括我家邻居有很多上海人，也是这样的，对儿子女儿真的是很好。我觉得都40多岁的人了，50多岁了，你说还拿着当宝贝一样，是这样，跟北方完全是不一样的。